刚才我们已经构建了这个蛋白的目的要蛋白的一个保守区，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构建它的一个 loop 区同样这个点击这个左下角的 search loop 那么这个稍等片刻以后我们就有这一个结果出来了。同样，它选择了这个 F4 做我们主要的一个模型上面有相应的信息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里它会告诉我们有几个 gap 每个 gap 里面有多少一个这个氨基酸存在每个 gap 里面这个空隙处有多少个氨基酸我们还是首先选择这第一个这个 gap。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其实这有很多个对话框那么这个 gap 第一个 gap 是21到25，这是60到65，通过不同的点击，它会告诉你这个区域在哪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长度，那么这个代表的是它使用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呢？用 D 代表的是它基于一个 fragment database 的一个它是通过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搜寻用碎片库进行一个补充。那么 A 代表的是一个从头计算从头的一个计算的方法 ，H 代表的是同源模件的方法那么在这一边这个 N terminal 或者是说 C terminal， 这个是代表的我的是 N 代表的是第一个氨基酸C terminal 代表的是最后一个氨基酸那么这些信息和它的基本的信息，我们应该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前面这个 Q 代表的它是说作为依次序列准备好我们要处理的这个序列，我们是要进行处理的这些序列这所有的我们都要进行的这个序列。所以说我们接下来那么就要进行一个 loop 区的一个搜索通过这个方法去搜索这个 loop 区点击 search loops 那么它就开始进行了相应的一个运算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算这个 search loop 的这一个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保证我们还是选的 F4 我们通过这个模型选的 F4。那么在这个它就仍然还有这么多信息我们就会补齐这些信息。那么我们的 gap 还是确定好是这个21号。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结果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 DAH 的方法，我们得到了这个 loop 的 name 用这些 loop 的 name 来构建它这个区域的一个结构有各种各样的 loop 的那个 loop 的 name 我们的这一个endpoint 也就是淡端和碳端它是什么位，要么它的长度是怎么样的，是吧？然后它来源的什么方法它的 RMSD 值的偏差是多少？那么 EK 表示的就是说它的一个能量是什么样的ESST 这表示的它的一个限制性的一个环境变量它的限制性的环境变量LCE LCE 主边是它的一个跟它的一个冲突原子的这一个位组的一个冲突那么有关。那么 CR代表的它是主要的是一个CODA 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分级的一个变量那么这个 run 代表的它这是一个这个运行的一个次数运行的次数这loop 设计的一个次数。那么前面大家知道这个前面这个小加号就代表是我们想用这一个片段来替换那么这一个 gap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片段我们点击这个左右前后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分别用不同的片段看一下要匹配就把不同的片段加在这里面那我们这个是用来观看的那么出现了加号就代表我是要从这么多候选中选一个去把它给替换掉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后面的参数去选择你想要用于建立这一段 loop 的这一个结构那么可以通过 RMSD 值有的时候可以考虑到 RMSD 值有的时候考虑到 EK 呢 energy 呢这能量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方法还通过这些可能它来源于不同的方法得到的这个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
那么在这一例里面，我们选择的这一个 gap 啊 ，GLU21 到GLU21 啊，GL21以后的这4个氨基酸的 gap， 我们在这里我们选择EKIH22 啊 ，EKIH 啊，我们选择 EKIH 啊作为它的一个模板啊，它可能这个 RMSD 值啊是最小的，那么变动的最小的啊。那么要选择它怎么选？那么点击它以后，首先把我们看图的这个全部去掉。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点击一个 Mark， 那点击了 Mark 以后，我们就代表我们是要用这一段 loop 去替换我们的这个 gap 或者是构建这个 gap。那么同样的我们建立好这个 gap 以后，我们要移到下面一个 gap 那么就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第2个 gap。那么同样的，它也是列了那么一系列的这个可以用于建立这一段 gap 的这个 loop 的 name 和 loop 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些参数，同时参数进行相应的选择。那么在这里我们选择EKIH61作为它的一个填充，就是说作为这一段建模的这个 loop 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 RMSD 最小的对 EKIGH61 那么当然你可能去观察其他的，那么就点击左右的这个键看它来匹配觉得比如说大家在做自己的项目中就可以多看一下哪些序列你觉得合适那么就选择哪些序列。那么觉得合适的时候还要看后面这些参数合不合理这个能量RMSD 或者方法，对吧？我们把这个 mark 掉，也就是说在这个 gap 里面，我们用这一个 loop 进行一个建模那我们再移到第3个 gap，那么它第3个 gap 在本例中，它主要是从 EK 这一块去就是说能量这一块，那么去考虑的，它这还不是绝对从能量去考虑的那么它这里应该是选择的，在这个案例中，它应该选择的是同一个系列的那么也是 EKIH 的这个135这一个系列的去建立这个模型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根据自己的方法，那么去选择。那么这里只是跟大家做一个讲解这个最终我们还是要看最后的评价结果这个结构是否合理我们 mark 一下，我们还是选择 EKIH 135这一块去建立这个 gap 的模型那么我们继续同样的每一个都要看一下172，那么它这里选择的是 ETON 1885那么这个基本上是通过这个能量这个参数来选择的。那么再往下190到196这5个，那么主要它选择的是 EHCGA201那这个基本上它也是通过这个 EK 来选择的，那么这个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修改。那么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区域那么也就是说231到241这个区域。那么同样我们参考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能量然后或者是通过这些参数我们去选择。那么在本例中它这里选择的是 PEA228我们看它 PEA228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它这里选的是这个 PEA228可能就是说在 RMSD 这一块也不是最小的但是它是同源模件构成的它不是从头计算，它是用同源模件构成的这一个序列那么这个例子我们暂时就还是这样操作参考它的这个 demo 的这个指南的这个操作我们进行操作当然至于它怎么样去选择这一个序列，那么它可能是综合考虑到后面针对蛋白结构的
这一个分析，那么可能选择的这一个 loop 的这个建模那么有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并不是完全单纯的考虑这个里面的这个能量的关系那么这个就告诉大家有一点，就是在构建这个同源模件的模型中，其实我们是要进行反复的一个尝试，那么以期得到一个合理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操作还是按照它的一个 demo 来进行那我们把它 mark 掉我们是要通过这一个 loop 来构建它的这个 gap 的这个区域好，当我们选择好，那么所有的我们看从头上来所有的我们都已经选择好了，那么要替换的或者要构建的这个结构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mark 的这个 loop 区全部连接到我们这个gap 中间去那么点击 join all mark 的 loop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构建，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模型的名字已经变了是代表我们已经修复过它这个 gap 的一个模型命名新的名字叫 i5。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我们没有缺失的这个 residue 了，那么它的状态已经发生了更新零 gap 已经补齐了，但是我们的侧链还存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补齐它的一个侧链好，我们点击 Model Set Chains。好 ，Model Set Chains 相对于补齐 Loop 相对来讲就会简单很多那么它是直接通过构建这个侧链那么这个经过短暂的这个运算，它已经出来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把这个点上那么在此里就我们要能够它是通过同源模件通过同源性就是同源的这个类似物中，我能够去把它的一个侧链的结构能够借过来那是这个意思。那么同时我们选择这个 borrow 借的这个指令借的这个选择我们选择这个看123加 restrict 1+2我们选择这个方法。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种这种方法，那么具体的这个方法的解释我们可以看一下 menu 那么它可能是针对一些不同的这一种体系当选择好这几个参数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添加它的一个就直接可以添加它的一个侧链了那么这个是代表它从数据库中这个刚才这个指令大概介绍一下，它可能就是说通过一个数据库或database 的一个搜索去找到我这个相应的这一个侧链的这一种结构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这里我们选择那么这一种方法在这个里面基本上就直接可以点击加上侧链那么这个当我们加上侧链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stage 这个栏里面就已经没有了这个 missing side chains， 我们这里就已经是 0了，代表那么它已经连接上去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点击这个栏着 visualize side chain clash 就是说侧链的这一个冲突我们看这个添加的这个侧链合不合理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里面跟刚才是一样的，蓝色的基本上代表它合理的那么有原子存在着部分的这一个冲突的，那么可能就是黄色的或者是红色的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建立的侧链基本上来说都是合理的，那么可能少部分的这一块存在着一个空间的或者一个立体的这个冲撞或者位阻。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基本上来说就已经构建好了，通过一个同源蛋白的三维结构，我们已经构建好了我们的提问序列了。
这个三维结构。那么这个只是初步构建好了，那么这个模型或者这个三维结构能不能用于以后的基于受体的构效关系研究我们还要对这一个结构进行相应的一个合理性的评价，那就是或者下一节的实操我们想教给大家的内容。